俄乌战场，美国又一种新武器凤凰鬼影来了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卢忠诚，欢迎来到忠诚 Talk。 今天我们聊聊美国是怎么耍弄他的跟班小兄弟乌克兰的泽连斯基的。俄乌冲突至今已经2个月了，目前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那被围困的2000多乌克兰亚速营残余分子中，到底有没有北约的大人物，以及顿巴斯决战的进展情况，这2件事吸引着全球人的目光。然而近日网上泄露出一则乌克兰政府3月中旬向北约发出的武器援助请求，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。因为参考这份乌克兰的祈求清单美国援助的清单则太有特点了。我们先看看乌克兰政府的请求。当时乌克兰利沃夫第16号导弹库还没有被俄罗斯的匕首高超声速导弹摧毁，战事在广阔的乌克兰全境陷入焦灼。乌克兰的海军、空军和大部分地面重火力装备几乎丧失殆尽，所以泽连斯基就是要飞机、直升机、坦克、火炮，胃口还不小，条件也够高，各要20套米格29、苏-7、米8运输直升机及其发动机和维修套件，还要2000枚标枪、NLAW 俄毒刺等导弹。那美国和西方政府给了什么呢？让泽连斯基满意了吗？肯定没有所以泽连斯基才会发出绝望的哀求，再不给我援助，可别怪我乌克兰不坚持打下去了，我要谈判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至今没有米格29，没有苏-7，没有米8运输直升机的影子。那拜登答应给泽连斯基的近30亿美金都干什么呢？分析认为美国这么多美金援助有几个特点。首先是一定是处于试验期的新型武器。近日印度媒体报道，美国悄悄给乌克兰一种叫做凤凰鬼影的武器进行试用。目前只知道这个凤凰鬼影是一种自杀式无人机，性能则一概不知。据猜测也类似于弹簧刀等，可由单兵地面发射，更是坦克和装甲车的专门克星，比标枪更厉害。所以泽连斯基后来就又有底气不谈判了。标枪、NLAW 等反坦克导弹对坦克的杀伤能力，大家是前期已经听过了，给俄军坦克造成很大杀伤。有了凤凰鬼影、标枪、弹簧刀等，今后战场上坦克和装甲车果真可能要寿终正寝了。第二是美军要看自己有多少再决定给不给。比如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，本来拜登是准备再给乌克兰一些标枪导弹的，可是军方一看自己库存已经由8000降到6000枚了，就反悔不给了。其他武器也是一样，好的要留着自己用，这哪里还讲什么朋友义气。不过美国的西方跟班朋友大概都已经知道美国在关键时候会跑路，是不会顾及兄弟的死活的。第3类援助武器是维持性的，目的是让乌克兰能勉强支持下去。比如一直不给乌克兰155毫米大口径火炮，但最近顿巴斯决战开打，马里乌波尔也坚持不下去了，乌克兰就几乎没有多少装甲车和重火炮，是支持不下去的。泽连斯基又说要无条件开始谈判了，所以西方这才赶紧开始提供装甲车和大口径火炮。即使如此也不给先进的自行火炮，还是给老旧的拖式火炮，要慢慢耗着。泽连斯基也真听话。总的来看美军是把乌克兰当成了新武器试验场、销库存的处理厂，消耗俄罗斯的牛皮糖。所以美国西方才豪迈地喊出要与俄罗斯战斗至最后一个乌克兰人。我们国内都要好好跟踪研究一下美国人的星链系统、作战指挥系统、凤凰鬼影等等，尤其坦克会不会走向终结呢？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，下期再见。